人在年輕力壯、身體健壯的時候，是很難真正共情衰老這件事的。投稿地點是中国，但放眼亞洲國家來討論，你有沒有認真想過，人老了之後最慘的到底是什麼？很多人年輕力壯的時候，坐在飯桌前或朋友聚會上聊到這個話題，都顯得特別瀟灑。有人喝着酒說，老了大不了去住養老院，花錢買清靜嘛。還有人更狠，要是得了絕症就不治了，拔管走人，乾脆利落，別拖累家人。大家听了都點頭附和，覺得這是看得很開。但這些話其實是因為我們還沒有真正老過，我們對衰老缺乏真實的敬畏。在潛意識裡，老了無非就是頭髮白了，走路慢了，不能吃大魚大肉了，最慘的頂多是手裡沒錢，或者躺在病床上被病痛折磨。可如果你真的去重症監護室門口蹲幾天，或者到3、4線城市的普通養老院走一圈，你就會發现，沒錢和生病雖然可怕，但遠遠不是人老了之後最絕望、最讓人崩潰的結局。人老了最慘的是經歷一場漫長的尊嚴被一點一點剝奪的過程，以及社會屬性的徹底死亡。那種從被需要到纯消耗的落差，會把一個人最後的驕傲徹底碾碎。先說第一層最扎心的真相，個人使用價值的歸零。不管你承不承認，這個社會上人與人之間的關係，很多時候建立在互相需要的價值交換上。你30、40歲的時候是家裡的頂梁柱，在公司能扛事，退休後還有退休金，能幫子女付個首付，接送孫子，做飯，大家看你的眼神都是敬重的。你在家裡有話語權，去哪裡都被人讓住。可是当你真正到了70、80歲，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。你的退休金剛好只夠買藥吃飯，身體不僅幫不上任何忙，反而需要子女請假陪你跑醫院，照顧你吃喝拉撒，翻身擦洗。那一刻，關係徹底反轉，你從一個資源提供者變成了一個純粹的資源消耗者。我見過很多這樣的老人，他們躺在病床上，看住子女因為醫藥費在走廊裡小聲爭吵，看住子女疲憊的黑眼圈和強忍的不耐煩，聽到他們偶爾發出的一聲嘆息，那種我活着就是在給家人添堵的巨大負罪感，像一把钝刀，一刀一刀割在心上。很多老人这時候會用道德去綁架子女，我把你養這麼大，你就該養我。但現實是，現在的年輕人背住幾十萬的房貸，每天在公司被 PUA， 養孩子已經累得半死，他們真的耗不起了。所謂久病床前無孝子，大多數不是孩子天生沒良心，而是他們真的被壓垮了。當你需要他們日夜顛倒照顧，隨時可能因為請假丟掉工作時，那種深深的無力感和被嫌棄的落差，會把一個老人一輩子的尊嚴徹底擊碎。如果價值歸零是心理上的凌遲，那第二層更殘酷的是肉體徹底失控帶來的尊嚴崩塌。衰老從來不是一瞬間的事，它像溫水煮青蛙，慢慢的把你煮熟。先是眼睛花了，看不清手機屏幕，接着耳朵背了，別人說話要很大聲，再後來走幾步路就喘不上氣，到最後可能連大小便都控制不住。你曾經體面了一輩子，受人尊敬，到了晚年却要在床上解決所有生理需求，需要別人幫你脫褲子、擦身體、翻身洗澡。我見過一位曾經是老師的老人，80多歲躺在養老院，他以前上課時全校學生都安靜聽講，現在卻要護工幫他清理失禁的床單。護工動作粗暴，嘴裡還忍不住抱怨，又來了，整天在床上大小便，臭死了。哪怕是自己的子女，面對長期異味的病床，也很難一直保持耐心。你突然發現，這具身體已經不再屬於自己，你連最基本的體面都失去了，你想體面的結束生命都沒有能力。這才是衰老最讓人毛骨悚然的底色。最後一層是被這個時代徹底拋棄的孤獨和無力。現在的世界跑得太快了，掃碼支付、自助點餐、線上掛號、網上預約，很多老人站在自助機前面，就像面對一堵無法逾越的高牆。他們看不懂屏幕上的字，不知道該點哪裡，在自己生活了一輩子的城市，突然變成一個什麼都不會的外星人。他們不僅失去了發聲的渠道，甚至連作為消費者的基本權利都被隱形剝奪，成了這個高速社會裡一座座孤島。那我們現在還能做什麼？其實還有很多事可以準備。第一，趁現在還能賺錢，
拼命存錢，卡裡的餘額是你晚年尊嚴最硬核的底牌，它能讓你請得起好的護工，能讓你不用因為醫藥費讓子女為難。第二，認真照顧自己的身體，少熬夜，少喝酒，多運動，定期體檢，不是為了長命百歲，而是為了讓那個需要被端屎端尿、完全失能的痛苦時間盡量短一點。第三，不要完全跟不上時代，學會用手機，學會簡單的線上操作，至少能自己掛號、自己叫車、自己買東西，不用事事求人，就已經是很大的尊嚴。生老病死是每個人必經的盲盒，我們提前看清這些最慘的真相，不是為了制造焦慮，而是為了在還有力氣的時候，給未來的自己多留幾張底牌。人這一生，變老是一場注定會輸的戰爭，但你現在多存1分錢，少熬1個夜，多學1樣技能，都是在給晚年的自己留一條相對有尊嚴、相对不拖累別人的退路。最後我想說，我們真正害怕的從來不是老，而是老了以後活得沒有尊嚴、沒有價值、沒有被愛。趁現在還年輕，還有力氣，好好愛自己，好好存錢，好好照顧身體，也好好珍惜身邊的人。因為當你為自己努力的時候，其實也是在为那個將來脆弱的自己留下一點溫暖和體面。人這一輩子最難的從來都不是老，而是老了以後還能不能保住一點尊嚴。